最近的市场情绪，说实话，应该是挺紧张的吧。在这种氛围里面，大家可能都很焦虑。昨天，方舟投资的创始人兼 CEO 凯西·伍德，也就是我们讲的木头姐，有一个将近1个小时的长篇采访。在这篇采访里面，信息量非常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颠覆我们思维的想法。所以我想在这个视频里面简要的给大家概述一下她的一些思想。木头姐作为女版巴菲特科技股女神，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她为什么觉得在这片恐慌底下可能正藏着一个天大的机会。没错，你看不管是股市还是币圈，恐慌的情绪可以说是肉眼可见。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呢？还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前奏？这一下就点到了木头姐的核心观点。她觉得大家现在这么焦虑，根本不是因为经济出了什么大毛病，而是一些短暂的暂时的原因。那具体是啥原因呢？咱们往下看。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拆解一下木头姐的诊断。她说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一场短期流动性挤压，这一点大家可得听仔细了，非常关键。市场跌不是因为经济基本面崩盘了，而是市面上的钱突然变少了。你想想，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这不叫经济危机，最多算个啥呢？金融系统的水管暂时给堵住了。那好市面上的钱怎么就少了呢？木头姐给了2个元凶。第一个就是美联储的量化紧缩，说白了就是央行在回收流动性，而且这个回收的时间比大家想的还要久。第二个原因就有点意思，有点不寻常。美国财政部自己竟然在囤现金，大家来看这个数字，94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美国财政部现在手里攒着的现金，这么一大笔钱就这么被锁起来了，没有在市场流动。你说这金融系统能不可吗？可能光说9400亿大家还没啥感觉，咱们这个对比就知道了。正常情况下，财政部账上也就放个6000亿左右，现在呢一下飙到9400亿，这就很清楚了。现在这个情况有多不正常，也解释了为什么市面上会这么缺钱。但是如果木头姐的分析就到这儿，那她就不是女股神了。她认为在这些短期问题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是被美联储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的故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想，现在全世界都在喊通胀来了，对吧？但是木头姐说不对，大家看错了方向。他认为真正可怕的通缩力量其实正在悄悄集结，而那些决策者呢，好像压根就没看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搬出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历史指标，就是用黄金的总市值去除以广义货币 M2。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别急，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看看黄金这种硬通货跟满世界流动的钱比起来，哪个更值钱。而这个指标揭示出的历史规律简直清晰的吓人。我们来看历史就知道，这个比率在历史上只有2次飙到过这么高。一次是1930年代，就是美国大萧条最惨的时候，结果呢，那之后股市就迎来了一波大反弹。第二次是1980年代初，结果呢，后面就是长达20年的股票和债券大牛市。而今天你猜怎么着？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同样的高峰上，所以历史真的会重演吗？好，如果说通缩的压力像是一个已经加满油的火箭，点燃它，让它一飞冲天的点火器又是啥呢？木头姐的答案是一个堪称革命性的税收政策，这个政策的名字叫加速折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很简单，以前公司买个机器可能要分10年才能把成本报销掉。现在呢，这个政策允许你今年买，今年就把成本全给报了。你想，这对企业来说，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别等了，赶紧现在就投资吗？而且这一次的力度可不是一般的大。木头姐管它叫涡轮增压版的改革。大家看这几条，给工厂盖楼的成本，第1年就能100%的抵税，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还有买设备、搞研发、开发软件，这些投资的成本也都可以在第1年100%的抵税，而且这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
这哪是踩油门啊，这简直就是按下了那个氮气加速按钮，这么一搞效果有多猛呢？这么说，他直接把美国公司的实际要交的税，也就是有效税率给干到了只有 10% 的水平。什么水平？连那个以低税率吸引外资出名的爱尔兰的税率都比这高，这不明摆着就是跟全世界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喊话吗？说都来美国吧，我们这儿现在是投资的黄金宝地。好，说到这儿，咱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想一想，我们眼前有一个短期的钱荒的问题，背后呢又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通缩大趋势，然后还有一个超级给力的增长催化剂，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木头姐的结论非常清晰，只要眼前这个短期的钱荒一过，那些新的刺激增长的税收政策就会和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革命完美结合。到那个时候，一场由生产力大爆发驱动的经济繁荣就会被点燃。这就好比一辆已经装了火箭发动机的赛车，现在不仅解决了燃料问题，前面还给它铺了一条又直又宽的高速公路。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整个市场还在为眼前的这点小波动而担惊受怕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完全看走眼了，忽略了那些由根本性政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真正巨大的长期潜力呢？可能真正精彩的故事现在才刚刚要拉开序幕。好了，作为科技版女神、女版巴菲特的木头姐，这一番分析是否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呢？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